好，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报的一个解读。今天上午的有麦当劳麦当劳的解读，想跟大家一块儿去讲一讲。那么刚才出来的微软和谷歌，那么该如何去理解这两个公司的这个财报？那么今天整个大盘呢是偏弱势，那么在这个弱势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应用？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关于微软的这个一个财报吧。微软的盘后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就是盘前的时候是有一个卖压，大约卖压到了275，然后呢盘后的财报的话直接向上拱到了一个287，那么挺有意思的。我们来看一看，就是287这个价格，它是不是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喜欢的一个价格，还是说一个偏贵的一个价格啊？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想多聊几句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我们当下市场上走势当下市场走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下先看整个的一个估值，那么整体上呢，微软的估值在所有的大科技中呢是偏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一波它出现了改革以后的这一波，它的估值平均都是在30多。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来到了一个这个熊市嘛，是一个低估之后呢，就是一个也在30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它能否维持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怎么回事。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这个财报。我们首先看到 Financial Highlights，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营业的就是3个业务。那么17个 billion 就是它的这个主营业务，也就是我们说的是 Office 呀、软件呀，就是对商务的、对商业的那么这种就是政府这些的，是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这么一个赛道。那么这个地方成长11%那么云的这个增长，包括它服务器服务器是负2%，然后呢这个云服务Azure 的增长是27%那么平均下来16%。那平均下来16%的话是一个22个 billion， 那么这两个业务就已经有多少？39个 billion。那么个人计算电脑Windows 操作系统那么这些的还持续的走弱，现在只有13.3个 billion。那么市场预期是51点多，那么来到了52.9。大家注意，微软这种公司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公司。那么在这样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它能增加了超过市场预期，超过了将近2个 billion 的这么一个数字，其实还是非常强劲的非常非常强劲。可以说这是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来判断它的这个走势，或者说对于很多长期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表现。那么 gross margin 的话还提升了那么 gross margin 它现在是有 36.7%， 就意味着它是个作为软件公司将近70%的这个毛利率那么 operating income 将近42%。那么整体上来说，那微软的一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什么呢？几乎是一个叫做双 beat那么整个的这个营收和盈利都是强于预期。好，那么这概览我们看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微软经营的是不错，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印象。那么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它的 highlights 对吧 highlights， 那我们说 commercial booking 增长那这个季度的话是28%。那么如果要是刨去，就是相当于把美元的影响，那是35%，那这个还是相当可以的相当可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商务的增长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也就构成了微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估值的原因，就是有点像麦当劳似的，就是它不是特别怕这个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云增长22%对吧？然后呢而且它的这个 gross margin 叫 gross margin 毛利率也增加到72%。所以在整体上，大家我们先要看到这2页来说，那都是对于微软是非常正面的这么一个这么非常正面的一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就是 return 呢，它一共回购了多少呢？9.7 billion， 那么就10亿的反馈，有 5.1 billion 是 dividends， 还有 4.6 billion 是 repurchase。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都是还可以那个 expenses 大家注意增加是7%。增加7%，那么意味着它为什么可以 beat 呢？因为它的 expense 增加是比它的
整个利润的增加是比它就是我们的开支的增加的速度是比我们收入增加速度要慢的，所以它的营收也在增加，所以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cash flow， 它也这里稍微讲了一下，是到了4%，那么刨去了5个点呢，就是说包括一些费用啊，还有一些什么啊，那么这就是稍微差了一点 cash flow 降低了，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细节。那么整体上来看呢，我们3大一个赛道。那么首先呢，就是 commercial 和 business process。那么这里包括 LinkedIn 的增长啊，那 LinkedIn 在市场好又不好，环境好不好的话，那 LinkedIn 的增长运动人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商业的部分，对吧？商业的增长部分，那这个就是非常不错了。那么 commercial product 一直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表现是因为它有足够的定价权，而且就是跟政府啊和大的企业啊，进行一个交流，它这个有定价权，它可以涨价，所以它不是特别怕通胀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云增长主要是这个Azure 的这个服务，还有就是他们整体上的增长是 Azure 的服务是27%，那么整个带起来的话，它是21%，CC 那是17%啊，那么整体是可以的。那么 OEM 的话，我们一会儿说这里是计算的一个走弱了那么但我们可以看到啊，游戏业务还是个增长的，这个也挺厉害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搜索业务也是在增长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微软这个增长呢是非常 solid 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些业务都在增长都在增长。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单独来看的话，就是稳中向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增长，就是以稳中向好，这是微软最稳的一个 business， 就是一个完全是有定价权，你可以把它当做类似于麦当劳啊或者是泰森食品，他们是有完全的这个保守的这么一块。那么你看到 Office 365啊 Office 这些它都是稳中向好，因为你用户的粘性极大，不太会因为经济的变化而造成极大的打击，所以这一块也就是说它的17到18个 billion 的这个盈利基本是拿到手里的这是没问题的。那么另外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个拆解。好，那我们另外一块的可以看到的是云的这个增长呢，还是就是说年增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多的。那么这是说它里面是拆成2块，包括这个云的服务和它的服务器的服务。那么整体上呢，这有小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业务增长，它的 operating expense 增长也挺多的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差不多他们俩是 match 的，就是说我的利润并没有扩大，就是我没有因为我的业务的增长造成我的这个利润率的增加那么这是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明它现在还有很多的开支，或者说现在的这个增长是不是那种就是我们随着业务变大之后盈利率的一个扩张，对吧？所以它整个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Intelligent Cloud，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它的增速其实是变慢了，就是Cloud Services 的话，它原从50%的这种增速已经缓慢的到了20%多、30%多的这个增速。那么 Server Product 呢，这个位置上其实已经是来到了一个0或者说是负增长。那么整体来说，我们会持续的看到，就是对于云服务的需求，或者说现在云服务的建设已经来到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或者说降速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微软来说，你是否还能期待它后面就是这是它整个增长的一个引擎，能否期待它还有如此之快的增长？这个需要我们会用时间来判断那么你再看到的是 Personal Computing，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不能叫风险，或者说我希望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对于半导体行业来说，我们要小心，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说上个季度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个人运算业务的下跌的速度是停了，它没有下跌那么厉害之后，它还是出现了一个在第2季度，也就是上个季度咱们也就是第4季度吧，就是说2022年的第4季度它是有一反弹回去了，但是呢这个季度又来到一个新低，那么意味着就是整个的营收那个 revenue decrease 就是2位数，那么 gross margin dollar 也 decline， 也就是说这个盈利率也 decline， 然后呢它的这个 expenses decline 是比它要少的，所以意味着它的 margin 要变小，所以它盈利的能力也在降低，所以不仅是数量降低，质量也在降低。所以我们如果要是看个人电脑业务相关的半导体行业，那么这个位置上其实给我们一些提示那么就是包括我们上面所说的服务器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的这个开始的财报季
他们给出的这些整个展望，我认为当下是底部的可能性就变小了，因为现在这个位置上，个人计算各方面还是偏弱，所以我们综合下来看的话，我们再回到微软的这个图上来看，那么下个季度或者下季度能否再维持10%或者是7%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的下跌速度能不能不那么快，或者说能不能止住，还要取决于什么？因为这一块是稳定的，这一块 growth 是非常稳定的。那么这个云的降低之后，如果我个人 PC 业务降低也能 hold 住，那么我的增长就还能维持到这个7%到10%。如果我现在说的是个人增长，这个增长上不来了，云增长上不来的时候，同时我们的 PC 业务还要再下降，它就无法维持这样的估值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微软从整个我们看到的 business 来说，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咱们看到这里是 P， 然后呢，我再加上我们再加上 financials 哈，我可以把 total revenue 也可以放到这里。大家看这个 total revenue 是很少有的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都是在什么，就是在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长。那么这里本来的预期是一个50，预期是51，对吧？51，那么直接来到52.8，那么这里又创了一个什么更高的一个点，那么整个是稳中向好的这么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在晨星上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折现的话，他给出的是他认为价值300多，那我觉得这个估值可能还稍微高一点。但是微软的普遍它的就是价格和它的估值一直都是贴着它下面走的，所以它的这个模型的估值往往给的比较高。所以我认为说，从微软当下的这个估值，如果我是第一时间在我们 Discord 里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是跟这个麦当劳的操作是非常类似的，就是在于240到250是一个估值上的一个诱惑值，就非常低。然后呢，270附近呢，相对来说是合理值，就是当下今天收盘这个是合理值。那超过290的话，我觉得有点泡沫。这个泡沫是源于什么呢？就是源于说当下市场这个环境的话，你是否能保持这个估值？这个估值的原因是在于增长。所以呢，除非是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它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其他的业务上，比如说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这些业务上吹起来，对吧？如果不能吹起来的话，或者说吹起来市场是不是买账？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对于微软来说，如果它有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后面有一些危机啊，或者说大盘出现比较大的回调啊，把它直接打到了一个240、250这个位置上，那你就属于一个无脑，不叫无脑吧，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基本面分析，你可以知道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说非常诱人的，只是说择时呢花另外的时间。所以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微软整个公司给出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那我认为微软是非常好的公司，这是没什么可说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贵就是贵不是卖家的缺点，贵是买家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说缺点是不是贵？那么这就是关于微软了。那么谷歌的话，我第一时间其实给大家也解读了，就是谷歌的这个看起来的就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呢？谷歌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这个增长呀，3%，麦当劳都比它多麦当劳4%，大家注意，麦当劳那是稳拿的，大家知道麦当劳的4%是稳拿的，你的 Google 这可不是，这是因为里面是伴随着一个衰退那么当然你可以说 other expenses， 这里原来有一个 expense， 现在是不是？那么这个整体上我们说跟去年相比，其实是并没有非常，它只是说比预期强比预期强的是什么？因为预期太差了预期太差了以后，那么 Google 给出了一个，当然你非说好吧，我也觉得也可以，但是我整体上来说，我们来看吧。我们一看就是首先搜索业务没啥变化，对吧？40对 39.6， 那这玩意儿变化太小了，对吧？你40对39，你就是1的话呢，其实才2.5%，那这里1%多。然后呢，大家注意看 YouTube 的一个成长，这是很明显能感受到的。那么这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衰退，那 Google 又是继续衰退。我们把它这个换回来，换成 Google。所以我们看到 Google 这个营收如果继续在这个衰退的情况下，那么它还能涨。那么整体上它那个估值其实就是不太能维持这个估值这个其实是一个估值，我认为是偏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成长匹配不上。然后云服务的话，这个地方是7454，我们做一下7454减去5821，然后呢除以这个5821，那么我们得到是28%增长，这跟微软是一模一样的
啊，微软27%，它28%，所以云服务的增长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是一个 flat， 就是没有太平稳啊。那么而且它的主营业务没什么增长 ，YouTube 也是一个降低，而且 Google Network 大家看整个的广告的收入是降低的。那这样我看起来是比较忧心。那么整个来说，就是说它最后为什么涨呀？盘后，其实我看了半天，我就发现，其实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是走，哎，走这儿又增加了70个 billion 的股票回购，又增加了70个 billion。那70个 billion 其实要说不多，要少不少，那怎么也能跟股价，就70个 billion 对于现在它的估值来说啊，那我们觉得能给它能增加多少呢？其实增加不少，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市值。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市值，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市值是1000多，对吧？俩加起来2500，对吧？2500多 billion 或2600个 billion， 那75个 billion 的话，那么1%，咱们就按1%算吧，对吧？那么它也是，当然这个不是这么算了，就是它也是不是个小数，也是个不少。那么所以这就是它盘后觉得不错的地方，但是你从它的这个盈利啊，再从它的这个市场上，你再去跟微软相比的话，它缺少了一个什么呢？咱们对比一下，它就缺少了微软的一个什么稳定性，就是它有一个超强稳定性，就是微软有一个业务啊，就是 Google 没有是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微软的有个业务，就是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17.5 billion 的这个 business， 它现在是没有人挑战它。那现在关键是它在很多地方微软准备吃 Google 的一推。那么 Google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搜索业务本来是很稳的，那么现在这个业务的话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就是它这个40个 billion 的业务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就是它整个广告占了它整个营收的50%以上。那么这个地方已经54个，那么对 Google 来说呢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受到冲击以后呢，就是说它没有像微软这个有这么一块特别稳定。那么虽然说它是比微软大，但是整体上来说的稳度那比微软要差非常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要是投资的话，那我必然会选择微软。虽然就盘后他们都是涨的盘后涨的都非常不错盘后涨都不错。那比起你看 ES 这个走势也好或者说 NQ 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一看，就是 Google 的整个的稳定性是跟微软没法比的。而且我们来看从技术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那么就是微软还是强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看当下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反弹的高度我们从这整个熊市的跌的量，你可以知道跌的量它怎么样，就是它就跌得多，对吧？你从这个地方是150直接干到了80多，这是小一半了，对吧？它干的就比微软大，然后反弹的话回到的是一个大约0.382的位置，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软的这个走势，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强势呢？就是说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大家看跌的也就是跟它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跌的就是300到200多，也是30%多，就比 Google 跌的本来就少。然后反弹的话，大家看它是来到0.5的这么一个位置，对吧？反弹是来到0.5的这个位置。那么整个从资金的表现也好，从整个的财报的分析也好，那么微软在这个两方面都是强于 Google 的。好，那么继续我们来说一下麦当劳麦当劳的话，这个地方是一个今天的跟大家讲，就是它的店面的就是店面的活跃度，是因为它涨价了。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去吃这麦当劳，我那个5块钱俩的就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2块钱2个薯饼什么涨到2块2毛9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它是有涨价，但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涨价呢，就是你感觉不到，但是它确实是增加了流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它没有把它分得特别细，往期它会分的每个市场分的比较细，这次直接就给了12.6%。那然后呢，它的营收是增长了4%，那么这也是麦当劳在这个营收或者 revenue 在这几年来它少有的一个增长，前几年它都是一个下降那么这就体现了这个麦当劳呢，就是它这个位置上就有一个小问题了，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你看它的这个营收是持续的这个增长的，是吧？是持续增长的。那之前有一下降又增长，它的这个 profit 是非常不错的 ，profit 其实是增加了那么
我们可以说，但是它的股价其实是涨得非常非常多。那么它整个从估值来说，我们说麦当劳是比较贵的。那么它整个从我们说也是一年啊，跟微软一样，这 EPS 一年就是差不多11到11块多到不会超过12，也不会比10块少，所以就是大约在10块多到12块不到的这么一个区间。所以你给它的估值差不多就跟微软、麦当劳几乎一样，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PE 达到30以下，差不多20以上。那么20的话，你是11、12的话，那么你这个20是非常低估的。那你差不多麦当劳也是一个240或者230，那微软的话也是来到那个240、250左右这个位置。那么你这么看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但是麦当劳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高估了，或者说 stretch 比较大。那么随着它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啊、经济环境的一个变化，我们后续的还可以再跟大家继续分析。但是麦当劳整体上这里是一个偏贵。那我们整个在早上起来也给大家讲到了麦当劳的这个数字，我认为是一个到时候也是240附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价位。好，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市场的走势。那么当下市场我们看到小时级别上全部转向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险其实是在逐渐的一个增加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今天这个财报的市场反应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反而不应该掉以轻心，你反而应该是什么？反而应该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它的一个反抽不过的这么一个走势，因为我们之前说到了这里面大家看到都是一个箱体的走势，那么现在是走出了离开箱体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它的反抽只要反抽不过，仍然是一个架空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反抽不过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会有2种的一个看法。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当下你如果反抽不过，那么就呈红色是大概率的话，那么它这里已经盘了非常多的时间，它应该走出的是什么？走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下降。如果它这里形成一个破底翻再向上翻，那么我们果断的在这条黄线附近做多。那么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大家注意黄线附近是我们的整个不管多空的止损位置，你只要把握好仓位只要把握好仓位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另外多说一句，就是我盘中讲过了关于中概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看一看。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内容，别忘点赞、分享、转发，然后呢如果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我们下次再见，拜拜。